今天带着家中老三一起来试乘那个新的九妹 GMAX Z Plus。今天预计跑个100公里的测试，体验一下新旧款九妹的差异。那由于今天像三阳界的这个新九妹还没开始交车，所以这台车也只是挂着试车牌。那路线上不能上快速道路，所以都是以平面道路和山路为主。那出发前先加满油。7个里程归0。好，我们接着就往八里荣民路方向走咯。从八里渡船头老街开始今天的行程。从这边开始就有很多停车场了，公有停车场计次50元，假日80。这边停车是计次100元，这边也是停车计次100元。这边就是渡船头入口了。到渡船头先把车停好，顺便欣赏一下新款 GMAX Z Plus 这款车的外观。那我们来问一下后座心得。来，我们访问一下刚坐后座感觉怎么样？这台车的感觉？避震器让你觉得会不舒服，或是舒服吗？不会啊，蛮舒服啊，蛮舒服的。它车座很宽啊，座位很宽。对啊，它旁边两边都有把手，你也可以扶着。对，你刚是扶后面把手吗？对啊。那让你扶起来就感觉怎么样？就很稳啊，很安心了，对吧？对。那刚在有钻车缝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钻车缝会让你不安全吗？或是转弯的时候让你？我觉得你很不安全。卡掉，剪掉 ，OK。然后前后的空间也够，对啊，不会说人挤人。那这台车我刚刚骑的感觉它的刹车拉杆比较硬一点跟我那台车比起来。不过因为我的拉杆有改装，所以有可能是改装拉杆，它把它那个拉杆的比例放大，所以让你的感觉比较 Q 弹一点。那原厂的话，它的手感是比较硬一点，那给大家当参考一下。那另外它的避震器感觉也比我旧款那个更 Q 弹一点。那听原厂的讲法是说，它阻尼有改，变不一样的阻尼，所以你感觉舒适度也比以前来的好。那至于过弯能力怎么样的话，因为还没有到这个弯道山路，所以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等一下到那边再评估。这台车的特色是大洋中车身轻，行李箱空间大，养护成本低，外形再进化。更加年轻化，更加动感。侧面有 Z 字形造型，全车 LED 灯具，双电控 ，Bosch 时代 ABS 和 TCS， 刹车油管进化成金属油管，油耗经济。经济部颁发2级能源油耗标章，高妥善率，零件便宜，持有成本低。行李箱空间大，48公升可放2顶安全帽，还有一些雨衣配件。腰靠前后2段可调，风镜高低2段可调 ，USB QC 3.0 供电，7期水冷单缸 SOHC 4V 引擎，排气量278.3 cc， 最大马力26匹，最大扭力2.7公斤米，轴距1550，车重185公斤，油箱容量12公升，前刹车对向4活塞卡钳260 mini 单碟。后刹车是单向双活塞卡钳240 mini 单碟，前悬吊是37 mini 正立式前叉，比较可惜的是单三角台的构造，市区通勤没什么问题。在山路运动性方面，过弯稳定性就有先天性的一些限制。后悬吊是双腔后避震4段可调，前轮12070 R14， 后轮14060 R13， 全车 LED 灯具。大灯、定位灯、前后方向灯、尾灯、测速熄火、双黄警示灯、超车灯。坐高怎么样？我162，双脚平踏，看能不能拍到2只脚都平踩的。
停车的时候屁股往前移动，我的双脚就可以直接平踩。起步后屁股再往后坐，就可以让双脚保持在较舒适的位置。来换你，你跨上去看看，看你双脚踩的怎么样？这样，侧架收起来，好，两只脚踩好。身高177的感觉是双脚平踩。远灯、近灯、双闪灯。切回来，方向灯、喇叭、TCS 开关，前面这边是一个 Pass 的一个灯，双油门线，熄火开关，启动开关。那接下来讲说怎么拆这个风镜。首先过来这个地方，这边有一颗螺丝，哦，是用来拆这个两个盖子用的，哦，那两颗螺丝是来拆这两个盖子用的，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螺丝松开。啊，记得这个只是把它那个盖子把它锁紧而已，所以锁回去的时候也不用锁太紧，不然它容易爆掉，容易裂开。哦，它只是稍微把盖子固定住而已。好，换边。这个往上一推，就起来了。这只是盖子而已啊。哦，这只是盖子，所以刚刚那两个螺丝只是把这盖子拿起来了。然后接下来是要拆这个，把它。来，我们到侧面来看一下，它底下有黑色底座，把这个你看它现在有4颗螺丝，有2颗是锁在这个底座上面，有2颗是底座跟这个主体连接部分，你只要把跟主体连接部分松掉就可以了。然后是10号的套筒，下面这2颗，因为我们现在在低位，好，比较低的位置，所以是下面这2颗。那左边、右边4颗螺丝哈，2颗是跟底座连接，2颗是底座和这个主体连接。哦，记得只要拆底下那下面的跟底座跟下面连接那2颗就可以了，不用全部4颗全拆。好，有没有？那上面这2颗是跟这个底座连接的地方。跟它底座连接的地方。好，那有人说这个风镜要用高还是用低哈？讲实在话，这跟身高有关系，应该跟天气也有关系。现在天气那么热，我准备直接拆掉，因为太热了。哦，今天这个天气有风镜，你知道热死。哦，所以基本上来说，比较建议说你要跑高速，哦，或是那个天气冷，你再装风镜。你天气热。这个风镜会热死人，我的手机常用热宕机，因为太热了。我们开始逛渡船头老街了，可能是时间还早，很多店家还没开始营业。这边有名的是炸双胞胎、2相好、花枝烧、花生冰淇淋卷。这边左边第一个是什么？柯爹、土豆干。你要吃什么？能吃饱。你确定等一下不吃？我今天蛮饿的。这边是越南粤式小吃，凉粉、凉拌、
然后这边是香肠花枝炸的，香肠花枝烧。哦，看起来不错。臭豆腐，啊，这边码头。是的，这边就是码头。许家花枝，花枝烧，是吗？这是海鲜餐。这是海鲜餐厅，这边有名的孔雀蛤。然后还有左边那个是卖炸的，这边还有一个卖果汁的，卖饮料的。然后这边是卖炸甜甜圈，这叫做什么？那个双胞胎。卖炸的。哇，老弟，黑糖珍珠纯鲜奶，这是黑糖珍珠怎样？ 30，黑糖珍珠，所以你是要吃这个？我喝一杯。啊，一杯啊。但是我不要拿这个去吧。放回去好了，一个就够了。啊，然后你要吃什么？上面那个没有。对，这边就是渡船头了。那到巴黎渡船头这边呢，还有广场跟步道可以走。那有自行车步道，所以附近有一个自行车租借站，可以租借脚踏车来骑。那另外还有给人家散步的那个木栈道，一边看海一边看夕阳。另外还有沙滩可以让小朋友玩玩沙，然后还有完美拍照景点。那再往巴黎跟林口方向移动它还有很多一些美食景观餐厅，沿着海边盖的，然后你可以一边的吃东西一边看风景。芋头饼，现在什么？现在一包好了。啊，发好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可以。动作很快，动作很快。那你先咬一口。你吃吧，你先咬一口。你先吃吧，你肚子饿，你先。好。走吧。下一站，草罗沙丘。巴黎过台北港之后，右手边就可以一边骑一边看到一望无际大海。这边是西滨林口海边，最方便看海的地方。此区沿途也有不少海边咖啡厅，方便车友来看海、喝下午茶。
那今天下午有湾岸演习，总算赶在演习之前进入草罗沙丘拍照。此处位于桃园观音的海边，特色是有厚厚的白沙铺满遍地，范围又大又广，看起来很像沙漠一样的场景，也很适合戏水。远处的风力发电机刚好和今天白沙形成另类的对比。不过要注意的是，此处没有遮阴的地方，待久会很热，要注意防晒，最好能够自备一个阳伞。还有就是风很大，有时候会从嘴巴直接灌进来，所以口罩最好也防护着戴着。那观音有些路段正在更新，经过的时候务必减速小心通行。可以看出来此地是颠簸路面，但是镜头晃动感反而比我那台一代的9妹来的少，可见新款的避震器调教的不太一样，舒适性明显提升。那等一下山路再试看看过弯的稳定度如何咯。这一区一路上有很多独栋透天，是属于此地的特色。我们今天目标是要到瑞典美食 IKEA 餐厅。进来室内停车场，顺便体验一下这台车的大灯照明效果。来，近灯、远灯、近灯、远灯、双闪灯。后面的双闪灯、后定位灯，那这些水什么的它可以自己拿。水啊、饮水机啊，这边可以自己装。然后可乐应该是要买它的那个杯子吧，不晓得。这是沙拉、鲜鱼、鲜奶、蛋糕。我想吃主食耶，饿死了。看上面，看上面。你要意大利面是吧？还有和风饭。哎，我还没点，你还没点。你先往前，你等一下，看一下。这是什么？在哪里啊？没看到。哦，配料。原来如此。错的，是你的。是我的吗？这是你的吗？这应该你的。对，这是你的，没错。对，没错。啊，对，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对，这两个都，这也是我们的。好的，我们的。儿子点的是3杯综合菇和风饭，我点的是瑞典烤肉丸，再配上薯条，还有烤杏仁蛋糕。烤肉丸子还配上很甜的果酱，有点不太习惯。但是如果拿来沾这个薯条的话，这果酱就差不多了。那IKEA蛋糕甜度也是属于比较高的那种，所以小口吃会比较合适一点。那儿子的和风饭好像还没吃饱，然后再配上这个薯条，分量就差不多啦。下一站，林口山路。体验一下这台车的过弯稳定性。
新款车后轮稳定度明显要比之前的一代来得好得多，会有使用改装避震器的这种错觉，代表这一代的调教上直接参考改装品的这种弹簧磅数和阻尼，才有这样的表现。那至于双载爬坡就别那么苛求，它只是一个278.3cc 的引擎。那平路的话是没什么问题，那如果爬坡双载的话就只是堪用而已，不要想太多。坐垫前端有在收窄，提高停车时候的置脚性。前座中央位置有稍微凹陷一点，两侧支撑性提升，让骑士的屁股更舒服。新款9妹的过弯支撑性和稳定性都有所提升，但在舒适度方面反而没有降低。之前一代有个令人诟病的问题，就是前叉避震调教稳定性不好，所以大多需要改装弹簧啊、前叉油啊。那新一代它直接向改装品看齐，稳定性和我那台前叉改过的相仿，但吸震能力比我那台的还好。之前一代的9妹后避震器也有类似的问题预载调到第2、3段的时候比较软比较舒服，但是在山路就无法应付比较激烈的操驾。那调第4段呢最硬了，山路操驾没问题，但平面道路骑又太硬，路感太明显，几乎没啥避震。那现在新款的后避震拥有最硬实的那种过弯稳定性，又保有不错的吸震能力。根据原厂说法是阻尼和弹簧磅数都有重新调教过。那看样子回去之后，我自己的车先换上新款的后避震器来用比较快。新款车的 LED 大灯照明度很不错，而且远灯是保有近灯同亮，所以照明范围和广度都兼顾了。那新款车连改装雾灯都省了，除非是经常会经过这个雾区啊，不然这笔钱也可以省下来了。之前在脸书社团中，经常有那个9妹车友提到这个起步抖动的问题那新款车起步转速大概是4500转，结合后直上5000转，和改装传统齿比特色很接近。那因为起步齿比更密了，所以很快就度过这个抖动区。改装传动大概是5000转起步，推测原厂应该是为了国内环保法规和油耗分级关系，所以会比较保守一点。那另外也要提醒车友大洋车重比较重，离合器的磨耗比较快，也比较容易产生粉尘，所以固定3、5千公里拆洗传动，会明显改善起步抖动的问题。那另外大皮带里程久了也会变得比新品还要更大圈，那也会导致传动齿比改变，那起步齿比变疏也会导致这个抖动的问题。那定期巡检皮带可以避免掉这个问题。还有急减速之后再加速，有时候传动还没有完全退档，那这时候也导致这个齿比太疏的关系，这时候是有可能出现抖动的状况。那像有一次右转的时候，就是因为先减速回油，出弯的时候再加速这时候就产生些微抖动。FB 上面还有那个车友反映怠速的时候震动较大的问题，那这应该和新车的引擎还没有完全磨合有关系。然后蛮多车友是说他们经过2、3次换油之后，稍微磨合过之后，他们抖动的这个幅度有降低。那我自己的车已经跑27000公里怠速震动还是会有，可是幅度就没那么大。那我个人想法是说反正我们新款车车头正面已经有日行灯灯条了，所以大灯可以设独立开关。那我们有个熄火开关嘛，我们就可以怠速的时候把这个熄火，就可以解决这个怠速震动大的问题，运转质感瞬间就可以马上提升。另外在脸书社团中讨论通病有油底壳渗油啊、漏油啊。这个是因为原厂设计有平衡压力的泄压孔，那边会有微量油气渗出来，属于正常状况。那微量的状况之下定期擦拭干净就可以了，或者是用碟刹清洁剂喷一喷清除也 OK。那如果量真的比较多，摸起来湿湿油油的有滴下来的状况，那有可能就是油封漏油了。不过这通常是在老车比较会发现那种状况，新车倒很少遇到。也有人反映前叉生锈的问题，那有人跑5000公里就在说那个前叉生锈了，他还是停在那个室内车库。那有人骑了1万多公里也没有这个问题。经过查证是因为现在电镀环保法规限制，
包括现在 Honda、Suzuki 保固内的新车，露天停放在外面都有类似状况发生。只能说这个停在室外生锈的比例比较高。我自己用的是改装品 Z1 的前叉内管，那加上是少骑又停在室内车库，我目前接手现在也跑1万多公里吧。前叉目前还没有生锈状况，但是我有个习惯，就是下雨之后，下雨天回来之后，我就会把那个车身用干净的布把它整个擦过一次，顺手把那个灰尘擦掉。那当然前叉内管也在擦拭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家3阳的大小车前叉内管都没有生锈状况。那有人反映前轮压到窟窿会发生异音，早期第1代的这个前土厨螺丝扭力不足，压到窟窿会产生异音。那原厂知道这状况之后，已经加强前土厨的一个螺丝扭力，那这种状况就没再发生了。那另外也请大家注意我们骑一骑螺丝会有可能会松脱，所以说一定要定期检查车身螺丝是否有什么松脱的问题，然后赶快把它锁紧。或定期用扭力扳手试一下扭力有没有松掉。包括那个特别是电瓶的固定架，它那个螺丝也是容易松。有人反映后扶手容易掉漆，那我自己的车2019到现在是只有使用的那种摩擦痕迹，擦痕倒是有，倒是没有掉漆的问题。那推测也是露天停放在外面风吹雨打太阳晒的状况这种可能性比较高。那也有人反映车架生锈问题经过查询，这是车架钢管在焊接时它所产生的结晶物体，并非真的生锈。超轻点最后再回到加油站，统计今天的里程和油耗。和出发时一样，把油加满，加油孔看到液面为止。3.57公升，7公升106元。我们再来看 trip 里程多少？107.6公里。6公里。换算下来，平均油耗30.014。哇，全程双载，85% 市区和郊区的平面道路，15% 山路和爬坡，在新车还没有磨合好的状况之下，还能有每公升30公里左右的水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有任何 Joy Max Z 或是 Z Plus 的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一次见了，拜拜。